從丁香花園裡美好的訂婚誓言，到多年後被對杯走向絕路，那個曾立誓守護他的帝國大公，最終卻讓大公夫人消失在深夜中。萊桑德帝國的首都街頭，萊利亞正穿行在人群中，周圍突然傳來一陣騷動，原來是帝國公爵騎馬經過。看着眼前這位黑髮金眼、氣場十分強大的男人，萊利亞立刻認出他就是安森。為了不被安森發現，他下意識的想要轉身躲避。安森突然拉緊韁繩，停下，警惕地環顧着四周。躲在人群中的萊利亞心裡一驚，擔心自己已經被對方發現。不過看着兩人之間的距離，他覺得對方應該看不見自己。此時隨從上前詢問情況，安森也只是淡淡的回答沒事。萊利亞本以為在這遼闊帝國裡，兩人再也不會有什麼交集，沒想到今天會在街頭偶遇。為了避免麻煩，他立刻離開。時間回到了9年前，年幼的萊利亞正在開滿丁香的花園裡玩耍。父親凱扎克找到了他，萊利亞開心地迎上前，解釋自己是被好看的花朵吸引。就在這時，他注意到父親的身後還站着一位黑髮少年安森。看着眼前這個精緻的男孩，萊利亞在心裡暗自讚嘆。凱扎克向萊利亞介紹眼前少年，說他叫安森，雖然比萊利亞大上幾歲，卻是萊利亞的未婚夫。聽到這個消息，萊利亞整個人都愣住了。安森主動走上前去，撫胸向萊利亞行禮問好。凱扎克見狀，催促女兒也向對方打個招呼。萊利亞有些緊張地提起裙擺，向安森做自我介紹。看到女兒如此緊張，凱扎克笑着安慰她不用害怕，還打趣的讓安森多笑一笑。安森則平靜地表示自己並無惡意。凱扎克接着向女兒解釋，安森雖然性格有些冷淡，但年紀輕輕就在戰場立下赫赫戰功，還被冊封為了公爵，是個非常優秀且靠得住的人。希望兩人能好好相處，相信安森以後會保護好他。萊利亞雖然乖巧地答應下來，但面對安森毫無波瀾的注視，還是緊張地往後退了一步。察覺到萊利亞的退縮，安森坦言自己在戰場待得太久，眼神才會無意間顯得有些凶狠，但這並不是他的本意。他希望萊利亞害怕時能直接說出來，畢竟自己是他的未婚夫，希望能和他好好相處。萊利亞點頭答應，安森便微笑着牽起他的手，再次表達了對未來的期待。感受着安森寬大溫暖的手掌，看着明媚陽光與盛開的丁香花，年幼的萊利亞覺得這是一場無比美好的邂逅。然而畫面一轉，多年後的兩人卻在陰暗窗前背對背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曾經美好的邂逅，最終卻走向了殘酷的結局。萊桑德帝國是周邊最強大的國家，但這裡的領土戰爭卻從未停止。萊利亞的父親凱扎克是大將軍，因為常年在外征戰，他總是為留下女兒一個人而感到愧疚。萊利亞的母親在他出生後不久就病逝了，雖然他總是安慰父親自己沒事，但內心深處其實一直非常孤獨。直到安森的出現，打破了他原本平靜的生活。安森在百忙之中依然經常抽空來陪伴萊利亞，這讓從小孤獨的他漸漸對安森產生了依賴。兩人並肩坐在長椅上，萊利亞注意到安森的手受了傷，便有些害羞地拉過他的手。他拿出一盒自己親手調配的藥膏，詢問能不能幫他塗藥。安森愣了一下，隨後溫柔地答應了。萊利亞一邊小心地塗着藥，一邊輕聲解釋這藥膏的功效。兩人的距離在這一刻悄然拉近。安森得知藥膏是萊利亞親手做的，感到有些意外。萊利亞連忙解釋裡面沒有奇怪的成分，而且大家都說對傷口愈合很有效。安森聽完輕聲誇讚他很厲害。看着安森滿是傷痕的手掌，萊利亞由衷的感慨，真正了不起的是為了保護大家而戰鬥的安森。安森看着自己的手陷入了沉默，這讓萊利亞有些慌張地為自己的誓言道歉。安森自嘲這雙手並沒有那麼了不起。萊利亞趕緊把藥盒遞了過去，希望這藥膏能在戰場上幫到他。安森認真地收下，並承諾會好好珍惜。看着安森準備離去的背影，萊利亞忍不住大聲喊道，不管別人怎麼看，自己都非常喜歡安森的這雙手。萊利亞有些害羞地解釋自己沒有別的心思。安森看着手裡的藥膏，微笑着向他道謝，坦言這番話讓他覺得自己的手沒那麼糟糕。安森正式向他告別離去，萊利亞默默祝他一路平安。4年後，領土戰爭變得愈發激烈，父親凱扎克因為焦慮急着讓兩人完婚，年僅14歲的萊利亞就這樣成為了公爵新娘。由於戰事吃緊，婚禮辦得十分簡陋，安森為沒能準備戒指而向萊利亞道歉。萊利亞體諒房務的忙碌，表示這樣已經足夠。而此時凱扎克正遠在戰場，無法出席婚禮。由於安森的父母已經過世，這場婚禮只有他們2人參加，但能成為安森的妻子，萊利亞心裡已經非常滿足。萊利亞輕聲詢問安森，今天能不能一直陪着他？安森溫柔地給出了肯定的回答。然而溫馨的時刻還沒持續多久，一名士兵就慌忙推門闖了進來。安森得知有緊急情況，只能向萊利亞道歉並準備離開。萊利亞雖然不捨，但還是體諒的讓他先去忙正事。就在他努力克制着失落時，門外突然傳來了一聲急促的呼喊。安森在門外大聲向萊利亞承諾，自己很快就會回來。他折返回來詢問萊利亞，等他回來時是否還會像現在這樣迎接他。萊利亞微笑着給出了肯定的回答。安森輕輕吻了吻他的手背，溫柔地向他告別。看着安森真正離去的背影，萊利亞閉上雙眼，默默祈禱，希望他能平安歸來。只要等這場戰爭結束，他們就能永遠在一起了。然而在安森離開後，偌大的公爵府裡沒有一個人接納這位新女主人。女僕們在背後議論紛紛，抱怨她什麼都不會做，甚至嘲諷她只是個沒用的小孩。這些冷言冷語全被萊利亞聽在耳中。面對下人們的冷眼
和孤立，她只能默默忍受，等待安森回来是她唯一的動力。終於這一天，大門被推開，安森平安回到了府邸，萊利亞立刻欣喜地迎了上去。安森脫下外套遞給萊利亞，宣告自己平安歸來。對萊利亞來說，只要能和安森待在一起，就是最溫暖的時光。餐桌上，萊利亞小心翼翼地詢問安森最近是否忙碌，又擔心打擾到他而慌忙道歉。安森卻為自己總是冷落他而感到愧疚，表示希望能多抽空回來陪他。聽到安森的體貼，萊利亞心裡滿是幸福。安森溫柔地向他道謝，隨後順口問起他平時在家的生活。萊利亞切食物的手卻突然頓住了。萊利亞有些慌張地掩飾，說自己今天在花園裡畫了植物。安森聽後溫柔地微笑，表示只要他開心就好。他叮囑萊利亞最近溫差大，要多注意身體，並承諾會盡快回到他身邊。等戰爭結束，兩人就每天一起吃飯聊天。安森還主動提出以後想跟他學習認識草藥，萊利亞欣然答應，覺得只要有安森在，自己就一定能堅持下去。然而3個月的時間轉瞬即逝，這天安森再次從戰場歸來，萊利亞像往常一樣欣喜地迎上前去。但這一次，安森只是冷淡地回應了一聲，便徑直從他身邊走了過去。萊利亞愣在原地，看着安森的背影，默默安慰自己，覺得他只是因為剛從戰場回来太累了，等到了明天，一切就會好起來。然而到了第二天，萊利亞主動邀請安森一起用餐，卻只換來一句冷冰冰的沒有時間，便再次被獨自丟下。接下來的日子裡，安森對他的態度越來越冷淡，臉上也再沒有了往日的笑容。萊利亞獨自坐在房間裡，怎麼也想不通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為了排解心中的鬱悶，萊利亞決定出門散散心。看着熱鬧的街景，她不禁想起以前父親經常帶自己來這裡。女僕詢問萊利亞今天出門的目的，萊利亞坦言想給安森買份禮物。女僕有些意外，隨即詢問他打算買些什麼。萊利亞一時語塞，她悲哀地發現自己其實根本不了解安森的喜好。女僕見狀提議去逛逛熱門的飾品店，萊利亞欣然同意，心裡還在琢磨送什麼合適。兩人正走着，女僕突然停下腳步，萊利亞順着視線望去，整個人頓時愣在原地。不遠處的街角，安森正和一名金髮女子拉扯在一起。萊利亞腦海中不斷閃過剛才的畫面，她確信那個男人就是安森，可他身邊那個舉止親密的漂亮女人到底是誰？她懊悔自己當時只顧着逃跑。萊利亞努力讓自己冷靜下來，決定不再胡思亂想，打算直接去找安森問個清楚。然而當他走到門口時，卻聽到門外傳來女僕們的竊竊私語，大家都在議論安森在外面有了新歡，還說是因為萊利亞太遲鈍，安森才會和那個年輕的金髮美女在一起。女僕們甚至提到有人在街上親眼目睹了這一切，誰能想到平日裡冷峻的公爵大人竟然真的會背叛自己的妻子？這些議論如晴天霹靂，將萊利亞最後的幻想徹底擊碎。她怎麼也沒想到，那個曾許諾相伴一生的丈夫竟然真的背叛了自己。他們議論着安森今天又是深夜未歸，肯定又是去陪伴那個女人，甚至嘲笑萊利亞很快就會被徹底拋棄，還笑話她前幾天獨自哭泣的模樣。門外刺耳的冷嘲熱諷讓萊利亞心裡十分難受，她只能強迫自己不要在意這些閒言碎語。冷靜下來之後，萊利亞猶豫着要不要將此事告訴父親，可想到父親此刻還在戰場抗敵，實在不忍心讓父親為此分心擔憂。若父親出面責備安森，恐怕只會讓本就冷淡的夫妻關係更加疏遠。無奈之下，萊利亞只能獨自提筆給父親寫信，默默承受下所有的委屈。萊利亞下定決心，今天一定要找安森問個明白。他在空蕩的大廳裡焦急踱步等待，終於聽到了推門的聲音，他立刻快步迎了上去。還沒等他把話完整說完，就注意到安森的右手滿是鮮血。萊利亞頓時慌了神，急忙上前詢問他是否受傷。可當他伸出手想要查看傷口時，安森卻猛地把手抽了回去。這極其冷漠的舉動讓萊利亞僵在原地。安森只是冷冰冰的表示自己會處理，隨後再次繞過他徑直走開，只留下萊利亞獨自站在冰冷的大廳裡。自那之後，萊利亞終究還是沒能問出那句話，只能眼睜睜看着安森再次乘車離去。他忍不住開始懷疑安森是否早已對自己厭煩，究竟是因為自己太沒用成了累贅，還是安森真的移情別戀愛上了別人？雖然他努力安慰自己只是多想，但現實的境遇卻變得愈發艱難。失去了丈夫庇護的萊利亞，在府裡徹底成了下人輕視的對象。女僕們不僅對她的呼喚裝聾作啞，甚至開始故意克扣她的日常伙食。更糟糕的是，前線戰局突變，安森徹底失去了音訊，萊利亞只能依靠報紙獲取戰況。在日復一日的冷遇與煎熬等待中，她的心也開始一點點破碎。看着日漸憔悴的萊利亞，貼身女僕實在忍無可忍，勸她把受到的委屈全都告訴安森。萊利亞卻只是沉重地搖了搖頭，她心裡清楚，期待只會換來更深的失望。女僕心疼地提出替她去討個說法，卻被萊利亞輕聲制止。看着鏡中自己憔悴的容顏，她不想讓安森看到自己這副狼狽的模樣。眼看萊利亞如此固執，女僕擔心她的身體會徹底垮掉，便建議她先回娘家休養一段時間。萊利亞聽後陷入了沉默。這時女僕突然拿出一個包裹遞給她，解釋說這是從其他女僕那裡強行要回來的，不知已經被那些下人私藏了多久。女僕猜測這或許是送給萊利亞的禮物。萊利亞看着有些褪色的包裝盒，心中猜想是不是遠方的父親寄來的。
他輕輕拆開包裝，打開精緻的首飾盒，裡面靜靜躺着一枚漂亮的發飾，旁邊還附帶了一張卡片。看着卡片上寫有自己名字的筆記，萊利亞一眼認出這是安森的手筆。可面對這份遲到的禮物，他的心裡卻只剩下滿滿的苦澀。如今安森的溫柔早已給了別人，哪怕收到了禮物，兩人也再也無法回到過去。萊利亞默默合上了首飾盒，扭頭看着窗外，輕聲對自己說：一切都已經無所謂了。萊利亞最終下定決心離開，他把安森送的發飾和一封告別信安靜地放在了桌上，信裡只寫着祝他幸福與真摯的感謝。隨後萊利亞回到娘家休養，身體也漸漸恢復了健康。為了不讓父親掛念，他隱瞞了與安森分居的真相，只說是自己想家回來探親。父親似乎敏銳地察覺到了什麼，在回信中特別叮囑他要順從心意生活。可沒想到這竟成了父親最後的遺言。此後萊利亞便徹底失去了父親的音訊。不久後，前線傳來慘烈的噩耗，身為帝國大將軍的父親在戰場上英勇犧牲。還沒等萊利亞從劇痛中緩過神來，更大的變故便接踵而至。萊利亞默默送別了離世的父親。隨着父親的犧牲，公爵爵位被依法收回國庫，他用僅有的撫恤金遣散了所有僕人，並變賣掉了家族的老宅。趁着這個機會，萊利亞也順便辦妥了離婚手續，徹底結束了與安森的這段婚姻。隨後他遵循父親生前的遺願，動身前往父親舊部哈曼子爵的府邸。得知萊利亞的悲慘遭遇後，哈曼子爵心中非常同情，熱情地收留了他，並讓他安心把這裡當成自己的家。在子爵府借住的這段日子裡，萊利亞雖然得到了無微不至的照顧，但他心裡明白自己不能靠別人的恩惠過一輩子，必須想辦法自立自強。當萊利亞向哈曼子爵表達自立的想法時，子爵非常讚賞，並主動提出要幫他介紹工作。面對萊利亞的婉言推辭，子爵真誠地表示自己早已經把她當成了親生女兒。就這樣3年時光飛逝而過，為了徹底告別過去那個軟弱的自己，萊利亞隱姓埋名改叫莉拉。18歲那年的夏天，她開了一家屬於自己的草藥鋪，正式開啟了平民生活。可那時的她怎麼也想不到，安森竟然會再次出現在她的面前。萊利亞的草藥鋪生意非常紅火，她熟練地為顧客配好草藥，耐心地叮囑着服用方法。街坊鄰居們都非常信任她，紛紛誇讚她配制的藥效極佳。送走最後一位客人後，門口的鈴鐺突然清脆地響起，一個熟悉的聲音從門外傳來，叫出了他現在的名字。推門進來的人正是羅南，他是萊利亞剛來村子時結識的朋友，平時經常幫草藥鋪幹些重活。交代完需要搬運的藥材，萊利亞便轉身回到房間。為了不暴露原本的真實身份，他必須定期使用特制的藥水來改變自己原本的髮色。萊利亞熟練地往眼裡滴入藥水，閉上雙眼，靜靜等待藥效發揮。當他再次睜開雙眼時，已經變成了黑髮黑瞳的莉拉。這時樓下傳來羅南的呼喊聲，催促他貨物已經全部裝車。萊利亞答應着，快步走下樓。兩人坐上馬車出發前往駐紮地。路上羅南忍不住感慨，黑髮的莉拉簡直像變了個人。萊利亞只能無奈地解釋，自己原本的外貌實在太顯眼，為了避免麻煩，只能出此下策。這種染髮劑是他自己配制的，用了一種叫布洛拉草的藥材，雖然無害，但容易被水洗掉。羅南真誠地誇讚他原本的樣子更漂亮，讓萊利亞有些不好意思的道謝。隨後羅南提起今早的報紙，說最近發生了一場內亂，但很快就被大公給平定下去了。聽到大公這個稱呼，萊利亞神色微變，他不禁回想起2年前自己為了考取藥劑師資格證，曾經獨自返回過一次首都，也是在那時見過一次那位大公。當時首都的街頭人山人海，人群中突然爆發出一陣歡呼，大家都在高喊着大公的名字。可讓萊利亞萬萬沒想到的是，那位在士兵簇擁下現身的大公，竟然就是安森。他本以為這輩子都不會再見到他了。羅南的聲音將他的思緒拉回現實。此時馬車已經抵達了駐紮地，萊利亞向守衛說明了來意。守衛熱情地迎上前，解釋說，因為他的藥草效果極佳，所以這次才特意訂購了這麼大一批。守衛熱情地在前面帶路，萊利亞突然叫住一旁的羅南，讓他先駕車回去，自己則留下商量後續訂單。羅南有些不放心他怎麼回去，萊利亞解釋說士兵們之後會護送他。羅南聽後依然面露擔憂，提醒他最近這一帶不太安全，聽說附近的村子剛剛發生了綁架案。萊利亞雖然有些驚訝，但還是笑着安慰羅南不用擔心，畢竟這裡是戒備森嚴的軍營駐紮地，真有危險士兵們也會保護他的。羅南雖然駕車離開，但心裡還是放心不下萊利亞，特意叮囑明天一早會去店裡看他。萊利亞笑着答應，並向他道謝。隨後萊利亞進入軍營與軍官商談，雙方順利談妥了這筆藥草訂單。眼看時間已經到了深夜，軍官正準備派馬車送萊利亞回去，房門卻突然被猛地推開，一名士兵慌慌張張地闖了進來。士兵顧不上禮儀，急切地向萊利亞確認藥劑師的身份。得到肯定的答覆後，士兵焦急地向他大聲求助。萊利亞提醒士兵，自己只是個藥劑師，並不是專業的醫生。但士兵表示現在別無選擇，駐紮地裡只有他具備救治能力。此時窗外颳起了暴風雪，根本不可能去城裡接醫生。士兵只能再次哀求，說閣下的情況十分危急。聽到病人情況危險，萊利亞思索片刻，最終還是決定答應幫忙。士兵見狀，連忙向他道謝。士兵帶着萊利亞穿過嘈雜的人群，急忙趕到受傷的閣下身邊。萊利亞立刻上前詢問情況，隨行士兵解釋他們在路上遭遇了伏擊，閣下被箭劃傷後堅持不肯治療，結果一到這裡
就支撐不住倒了下去。萊利亞隨即上前查看傷口，發現他手臂上的傷口已經發黑，立刻認出這是東部特有的茂菇毒。雖然這種毒素的致死率並不高，但如果拖延治療會導致身體癱瘓。萊利亞立刻撕開閣下的衣袖，吩咐旁邊的士兵趕緊準備清水、空碗和乾淨的布。接着他用刀劃開傷口，直接俯下身子，用嘴將傷口裡的毒血吸出來，吐進士兵送來的空碗裡。做完緊急排毒後，萊利亞幫他包紮好傷口，並叮囑士兵現在需要立刻準備解毒劑，並把他抬到有床的房間休息。士兵們向萊利亞表達感謝，萊利亞卻提醒大家別高興得太早，毒素已經擴散，現在全看他自己能否撐過去。軍官堅信閣下一定能挺過來，畢竟他曾無數次經歷生死危機。隨後士兵們合力將人抬起，準備送去房間休息。就在抬起來的一瞬間，萊利亞終於看清了他的模樣，這位重傷昏迷的閣下竟然是安森，他以為這輩子都不會再見到的男人。看着安森被士兵們抬走，萊利亞整個人愣在原地。旁邊的軍官察覺到異樣，主動開口詢問萊利亞，趕緊回過神來道歉，解釋說自己只是有些驚訝。他試探着向軍官打聽，這位是不是管理北部地區的那位大人？軍官聽完有些意外，沒想到他也知道安森。軍官指着地圖解釋，這裡雖然是駐紮地的最邊緣，原本屬於東部管轄，但最近也劃歸到了安森的治下。聽到這個消息，萊利亞心裡頓時一沉，如果早知道這裡成了安森的領地，他絕不會在附近的村子開草藥鋪。當初為了徹底和安森斷絕關係，他特意躲到了這個偏遠的地方，本以為這輩子都不會再有交集，可命運偏偏又把他們拉扯到了一起。士兵跑來匯報，安森已經被送進了房間。軍官隨即提議一起過去看看。萊利亞點頭答應。雖然他10000個不想再和安森扯上關係，但眼下人命關天，如果不施救安森，很可能會死。萊利亞在心裡默默安慰自己，現在自己染了黑髮黑眼，就算安森醒過來，也絕對認不出他。只要趁他昏迷，趕緊治好人，離開就行。他深吸一口氣，推開房門，心想這絕對是最後一次，只要熬過這一關，以後就再也不用見面了。萊利亞跟着走進房間，看到了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安森。他向旁邊的士兵要來急救箱，士兵遞過箱子後，便退到門外守候。留在房裡的軍官再次向他表達感謝，自我介紹名叫艾略特，是安森的副官。萊利亞也順勢用假名莉拉介紹了自己藥劑師的身份。艾略特詢問能否留在房間裡，並保證絕不打擾治療。萊利亞點頭同意後，便打開藥箱，開始為安森處理傷口。沒過多久，治療順利結束。艾略特在一旁看得十分佩服，好奇藥劑師是不是都要學外科處理。萊利亞解釋說自己只是經常受傷，所以才熟能生巧。許多稀有草藥都長在懸崖或森林裡，採藥時難免會磕磕碰碰，加上平時配藥也容易被原料弄傷，久而久之就學會了自己處理。艾略特聽完感嘆藥劑師也不容易。萊利亞卻看着昏迷的安森表示，和隨時要上戰場的士兵相比，自己這點傷根本不算什麼。看着病床上昏迷的安森，萊利亞突然意識到，這似乎是自己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地端詳他。以前兩人雖然總是在一起，但他從未見過安森如此狼狽的模樣，更沒有見過他的睡顏。原來自己對他其實一無所知，這種距離讓他感到無比煎熬。一旁的艾略特突然開口打斷了他的思緒，試探着詢問萊利亞是否認識安森。萊利亞心裡一驚，連忙收回視線否認，聲稱自己是第一次見到這位大人。艾略特見狀趕忙道歉解釋，說剛才看他盯着安森看了很久，還以為他是在戰場上救過安森的人。艾略特笑着解釋說，安森在戰場上救過很多人，所以經常有人來向他道謝。在之前的領地戰爭中，安森總是優先疏散被捲入的平民，甚至因此多次被上司責罰。萊利亞聽完有些意外，在他的印象裡，安森一直是個冷酷無情的人，沒想到他竟然會為了救人違抗命令，就像當初救下自己一樣。不過他很快冷靜下來，提醒自己這些都已是過去的事，沒必要再繼續糾結。於是萊利亞主動開口，勸艾略特先回去休息，這裡有他照看就行。艾略特道謝後不再堅持，叮囑了幾句便轉身離開房間。萊利亞嘆了口氣，開始為安森配置解毒藥劑，並將藥水注射進他的手臂。安森在昏迷中痛苦的呻吟，這讓萊利亞有些心虛。明明只是在救人，他卻莫名的感到緊張。看着安森額頭上不斷冒出的冷汗，萊利亞拿來手帕準備幫他擦拭，可手還沒碰到安森，手腕就突然被一只大手死死抓住。安森不知何時已經睜開了眼睛，警惕地質問他是誰。萊利亞下的手帕掉落在地，只能慌亂的解釋自己只是個藥劑師。面對安森的警惕質問，萊利亞急忙補充說明自己是受他部下的委託，才來為中箭昏迷的他進行治療。安森看了看自己包紮好的傷口，雖然表達了感謝，卻冷冰冰地要求萊利亞立刻離開，表示剩下的傷勢他會自己處理。萊利亞有些焦急，提醒他解毒劑還沒有注射完，可安森根本聽不進去，態度強硬的大聲驅趕他。萊利亞被他的怒吼嚇得連連後退，腳下一滑，眼看就要摔倒。安森見狀下意識伸手去拉，一把將他扯回了懷裡。安森看着懷裡的人，脫口而出叫了萊利亞的名字。萊利亞頓時慌了神，急忙開口否認自己的身份，但安森根本不信，直接捏住他的下巴，篤定地揭穿了他的謊言，這讓萊利亞十分震驚。明明自己已經改變了髮色和瞳色，還沒等他反應過來，安森突然一把將他緊緊抱住，聲音沙啞地問他到底去了哪裡，質問他知不知道自己找了他多久。萊利亞聽完徹底愣在原地，不明白安森為什麼要尋找自己。
萊利亞拼命掙扎起來，大聲重申自己叫莉拉，要求安森立刻放開她。安森看着懷裡的人，滿臉難以置信。他不明白眼前的人為什麼不承認，但看着對方抗拒的態度，他還是遲疑着鬆開了手，再次確認他到底是不是萊利亞。得到萊利亞堅決的否定回答後，安森眼中的光芒瞬間暗淡下去，他低下頭為自己的無禮道歉。萊利亞看着失落的安森，心裡雖然有些不是滋味，但還是強裝鎮定地站起身，叮囑他一定要按時服用解毒劑，隨後便轉身準備去叫副官艾略特。安森沒有再阻攔，只是默默坐在床邊，看着萊利亞離去的背影，但他還是決定先幫安森處理完傷口。他讓安森放鬆身體，熟練地將剩下的藥劑注射進去，並叮囑他按住傷口。隨後萊利亞一邊收拾藥箱，一邊叮囑他要好好休息和吃飯。安森只是默默看着他。就在萊利亞準備離開時，安森突然開口，說自己一直在尋找一個和他很像的女人。萊利亞收拾藥箱的手瞬間僵住。安森看着他繼續說道，那個人叫萊利亞，是他的妻子，是一個有着銀髮紫眸的美麗女人。聽到這句話，萊利亞徹底愣住。在他的記憶裡，安森以前從未誇過她漂亮，甚至連看都不願意多看她一眼。他曾以為安森對自己毫無興趣，曾經因安森的冷淡而自卑。萊利亞想不通他如今為何說這些。為了徹底打消安森的疑慮，他指着自己的黑髮黑眼，強調自己和那位妻子完全不同。安森承認他沒有銀髮紫眸，卻順勢站起身，輕輕捏住萊利亞的一縷頭髮，表示這微捲的弧度與妻子極為相似。萊利亞嚇得連忙用力抽回頭髮，再次大聲強調自己絕不是他的妻子。安森收回手，開口道歉，承認是自己一時失態。萊利亞則嚴肅警告他，以後絕對不能再這樣了。萊利亞向安森告別後，急忙轉身離開。安森撿起掉落的手帕，想還給他，萊利亞卻頭也不回地跑了出去，只留下一具手帕送給他了。安森看着緊閉的房門，手裡緊緊攥着那塊手帕，若有所思。萊利亞剛走到走廊，就碰到了迎面走來的艾略特。艾略特表示今晚雪太大，已經為他安排好了住處。察覺到萊利亞情緒不對，艾略特關切地詢問情況。萊利亞連忙拉低兜帽，掩飾慌亂，只說安森已經醒來，並注射了解毒劑。得知安森脫離危險，艾略特激動地向萊利亞表達感謝，並安排人帶他去客房休息。萊利亞心不在焉地應付着，只想快點離開這裡。艾略特有些不好意思地表示，這點招待根本算不上什麼像樣的謝禮，但還是希望他今晚能留下來好好休息，等明天天亮了再出發。萊利亞低頭向他道謝，看着萊利亞有些冷淡和慌亂的反應，艾略特一頭霧水，甚至開始反思自己是不是說錯了什麼話。而萊利亞只是默默拉低兜帽，心事重重地轉身離開。時間回到8年前的戰場上，一名敵軍士兵倒在地上，驚恐地看着眼前的安森，大喊着不想死，怒罵安森是個怪物。安森沒有絲毫猶豫，直接揮刀將對方斬殺。看着到在血泊中的屍體，安森疲憊地擦掉臉上的血跡，不知道這已經是今天殺的第幾個人。他自嘲地承認自己確實是個怪物。戰爭就是如此荒謬，明明在戰場上殺人無數，只要回到家鄉，就會被人們當成英雄來歌頌。站在滿地的屍體中間，安森覺得自己根本不是什麼英雄，只是個踩着無數人命換取地位的殺人犯。戰爭就像讓人發瘋的毒藥，早已在無休止的殺戮中徹底剝奪了他所有的情感。安森甩掉劍上的血跡，收刀入鞘，摸向胸口，掏出一個精致的圓盒，一股淡淡的花香瞬間撲鼻而來。這熟悉的香氣讓他想起萊利亞。曾經的萊利亞總是溫柔地看着他，說無論別人怎麼看他，自己都最喜歡他這雙手。安森將圓盒湊到鼻尖輕嗅，看着空無一人的四周，輕聲呢喃着萊利亞的名字，凝視着自己沾滿鮮血的手。安森心想，只要萊利亞喜歡，這雙骯髒的手或許也沒那麼糟糕。為了能早日見到萊利亞的笑臉，他下定決心要盡快結束這場戰爭。轉眼間幾年過去，在一個死一般寂靜的夜晚，安森終於回到了宅邸。可剛一進門，他就察覺到氣氛有些不對勁，兩旁的女僕和管家都低頭沉默不語。安森心中升起不祥的預感，立刻大喊着萊利亞的名字衝上樓去。安森猛地推開房門，可房間裡卻空無一人。他走到書桌旁，拿起上面留下的信件，信裡寫着萊利亞為了他好，決定離開這裡。安森無法接受這個結果，痛苦地大喊着萊利亞的名字。畫面一轉，安森猛地從噩夢中驚醒，大口喘着粗氣看向空蕩的房間，才意識到剛才的一切只是一場夢。門外傳來敲門聲，女僕吉塞拉推門走了進來，關切地詢問安森的身體狀況。安森表示並無大礙，隨即詢問自己昏睡了多久。得知自己已經昏迷了2天，安森立刻追問起莉拉的下落。吉塞拉回答說，莉拉已經被一個平民男子接走了。聽到有人接走莉拉，安森頓時警覺起來，當即命令吉塞拉去調查那個男人，順藤摸瓜查清莉拉的住處。接着安森又問起綁架案的進展，吉塞拉表示目前案件仍在調查當中。安森吩咐吉塞拉立刻去調查，吉塞拉領命退下。房間裡只剩下安森一人，他拿起莉拉留下的手帕，上面繡着威斯塔利亞家族的紫藤花家徽，還殘留着淡淡的花香。這讓安森更加確信自己的判斷，哪怕對方改變了髮色和瞳色，變得比以前更加成熟，他也絕對不會認錯。眼前的莉拉就是他苦苦尋找了4年的妻子萊利亞。安森看着手中的手帕，回想起萊利亞被凱扎克接走的畫面，深知萊利亞不會輕易原諒自己，但無論要花多少時間，承受多少怨恨，安森緊緊攥住手帕，下定決心，這一次絕不會再放他離開。羅南一見到萊利亞，
就忍不住開始說教，責怪他太沒有防備心，畢竟軍營裡全都是男人。萊利亞只能弱弱的向他道歉。其實，在萊利亞與安森重逢的第二天，羅南就特意趕到營地去接他。羅南抱怨自己一早過去卻沒看到人，着實被嚇了一跳。萊利亞解釋是因為暴風雪太大才耽擱了。羅南叮囑他以後一定要多加小心，隨後便因為有事要忙，先走一步。萊利亞乖巧地送走了他。看着羅南離去的背影，萊利亞無奈地嘆了口氣，接着走到桌前開始修剪花枝。最近發生的種種變故讓他感覺像做夢一樣。雖然這次意外讓他與安森再次相遇，但萊利亞在心中默默告訴自己，以後他們絕對不會再有任何交集了。萊利亞覺得安森很快就能康復，只要他回到北方，自己就能在東方過上平靜的生活。畢竟大公與平民之間根本就是兩個世界的人。隨後有客人去店裡拿藥，順口提醒萊利亞，最近附近綁架案頻發，出門一定要多加小心。這讓萊利亞想起了羅南的叮囑。客人解釋說，綁匪專門盯着年輕女性下手，村裡都貼了告示。客人建議他把頭髮和眼睛染回黑色，免得太招人眼球。萊利亞覺得這裡位置偏僻，確實應該多加防備，便決定照做。送走店裡的客人後，萊利亞看着對方與伴侶離去的背影，心中不免有些落寞。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他下定決心將頭髮染成了深色。這時樓下突然傳來門鈴聲，萊利亞以為是新客人登門，便急忙下樓迎接。可當他看清來人的模樣時，整個人瞬間愣在了原地。站在門前的竟然是安森。萊利亞心裡直犯嘀咕，不過他暗自慶幸，幸好自己提前把頭髮給染了。安森主動開口說，這次來是為了感謝他的救命之恩。萊利亞有些警惕地打聽他是怎麼找到這家店的。安森倒也坦誠，承認是向別人打聽的。安森真誠地向他道謝，表示多虧了他自己才能康復。萊利亞只能客套地回應不用謝，可安森卻一直盯着他看，看得萊利亞心裡直發毛，忍不住問他為什麼這麼看着自己。沒想到安森卻突然關心起他的身體狀況。原來安森還記得那天解毒的事，他知道萊利亞當時也咽下了毒藥，所以特意過來確認他有沒有大礙。萊利亞表示自己身體並無大礙，並解釋當時是為了救人，迫不得已才用那種方式解毒。安森雖然表達了感謝，但隨即嚴肅地警告萊利亞，以後絕不能再用這種危險的方式救人。這讓萊利亞一時有些發懵，感覺自己像是在被訓斥。在安森的強勢要求下，萊利亞只能無奈地答應下來。安森這才鬆了口氣。安森表示自己今天來確實是為了道謝，說着便從懷裡掏出準備好的謝禮。萊利亞見狀連忙大聲拒絕，表示自己不需要錢。萊利亞心裡直犯嘀咕，他本來就欠着軍營的人情，現在只想趕緊和安森撇清關係。安森見狀有些疑惑，問他是不是想要金錢以外的補償。萊利亞趕緊解釋自己只是心領了謝意。安森只好先把錢收回去，並表示他隨時可以改變主意。可安森顯然不想就這麼結束，他看着萊利亞，主動提出要請他吃頓飯，還說自己會在營地多留一陣子，過幾天就來邀請他。萊利亞一聽更慌了，連忙開口拒絕。可安森卻反問他，如果不吃飯，是不是就要收下剛才的錢？這讓萊利亞一時語塞。就在兩人僵持不下的時候，門口的門鈴突然響了起來。推門進來的正是羅南，他看到屋裡的安森，有些尷尬地問自己是不是打擾了他們。萊利亞連忙轉移話題，詢問羅南的來意。羅南有些疑惑地表示，兩人之前明明約好今天一起吃晚飯。聽到這話的安森臉色一沉，質問萊利亞為什麼寧願和這個男人吃飯，卻拒絕自己的邀請。萊利亞情急之下解釋說，羅南是他的家人，這讓安森立刻追問起兩人的真實關係。就在氣氛陷入僵局時，艾略特推門走了進來，提醒安森該動身離開了。艾略特還禮貌地向萊利亞打招呼，再次感謝他之前的救命之恩。安森見狀也不再多問，只是在臨走前盯着萊利亞，強硬地表示2天後會派馬車來接他，讓他務必準時赴約。安森警告萊利亞不要想着逃跑，否則他會動用所有力量把他找出來。萊利亞剛想開口拒絕，安森卻直接打斷，表示自己非常期待那一天的到來。隨後安森在艾略特的陪同下轉身離開，艾略特也禮貌地向兩人告別。看着安森離去的背影，羅南覺得這個男人氣場強大且有些眼熟。萊利亞掩飾說對方只是新來的客人，並催促羅南先上2樓。等羅南上樓後，萊利亞獨自嘆了口氣，完全想不通安森到底在打什麼主意。安森之前強硬地提出要請客吃飯，沒過多久，萊利亞就收到了一個精緻的禮盒。打開一看，裡面竟然是高檔精品店的禮服。萊利亞立刻明白，安森是想讓他穿着這身衣服去赴宴，這讓他感到十分沉重，擔心收下禮物後會更難與他劃清界限。到了約定的日子，安森派來的馬車準時到達。萊利亞換上了那套華麗的藍色禮服，看着鏡中染成深髮的自己，他怎麼也沒想到自己還會重新穿上這種衣服。萊利亞忍不住嘆了口氣，他明明極力想避開安森，如今卻完全被對方牽着鼻子走。更讓他頭疼的是，今晚竟然還是兩人的單獨晚餐，這讓他不由得回想起過去，那時兩人同桌用餐，安森剛吃完飯就以處理公事為由起身離開。面對安森突然的冷淡，當時的萊利亞完全不知所措，只能看着他徑直走出房間，身後還留下一群竊竊私語的傭人。過往那些不愉快的記憶
接連湧現，讓萊利亞心情愈發沉重。馬車很快到達了目的地，隨從恭敬地扶着萊利亞下車。提前在場等待的艾略特立刻迎上前，熱情地感謝他能準時赴約。萊利亞向艾略特問好，順手做出了一個極其標準的貴族禮，優雅的舉止讓一旁的艾略特當場看呆。艾略特回過神後，好奇地打聽，問他怎麼會掌握如此完美的禮儀。萊利亞這才反應過來自己露了餡，趕忙解釋說是以前去男爵家賣藥時學過。艾略特聽後誇讚他年紀輕輕就很有閱歷，雖然順利蒙混了過去，但萊利亞也在心裡提醒自己，以後絕不能再這麼大意了。外面天氣有些冷，艾略特便主動在前面引路，帶萊利亞進屋用餐。侍從隨即上前幫他收起外套。艾略特一邊帶路一邊誇讚，說她今天看起來格外美麗，甚至讓他覺得像是一位真正的貴族小姐。萊利亞只能尷尬地道謝掩飾過去。艾略特關切地詢問路途是否舒適，萊利亞禮貌地向他道謝。艾略特接着透露，安森原本打算親自去接他，只是因為公務纏身才沒能去成。聽到安森沒來，萊利亞表面上客套回應，心裡卻暗自慶幸，要是真和安森單獨待在馬車裡，自己怕是要窒息了。說話間，兩人已經來到了餐廳門前。餐廳大門剛剛打開，走廊另一頭就傳來了一陣嘈雜聲。安森正被一群部下簇擁着，一邊聽取匯報，一邊朝這邊走來。看着眼前這熟悉的一幕，萊利亞不禁感嘆他真是一點沒變。以前兩人結婚時，他也無數次看到安森這樣忙於公務，為了不打擾他，他每次都只能像現在這樣遠遠看着。正想着，安森突然停下腳步看了過來，四目相對的瞬間，安森直接快步朝他走了過去。還沒等萊利亞反應過來，安森就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順勢將他拉到了自己身前。安森這突如其來的舉動，直接把萊利亞給整懵了。他完全沒想到，在大庭廣眾之下，安森會直接動手拉住他。安森突然一把將萊利亞拉進懷裡，這突如其來的親密接觸讓萊利亞瞬間慌了神。一旁的艾略特更是嚇得不輕，迎上安森充滿警告的冰冷眼神，他趕緊結結巴巴的解釋，自己只是在盡職盡責的護送萊利亞。萊利亞回過神來，小聲提醒安森放手。安森這才意識到自己失態，一邊鬆開手，一邊低聲向他道歉。看着眼前身穿藍色禮服的萊利亞，安森眼裡閃過一絲驚豔，暗自感嘆這套衣服確實非常適合他。萊利亞有些尷尬地向他道謝，感謝他特意送來的禮服。安森也順勢收起剛才的冷酷，溫和地表示只要他喜歡就好。兩人之間微妙的互動，讓周圍的隨從和艾略特面面相覷，誰也不敢輕易出聲打擾。直到有人硬着頭皮開口打破了沉默。看着圍上來請示的部下，安森直接宣布今天的工作到此為止，並把剩下的緊急事務全丟給了艾略特。艾略特雖然有些措手不及，但還是识趣地帶着其他人迅速離開。看着空蕩蕩的走廊，萊利亞擔心耽誤他的公事，便體貼地提議如果太忙可以改天再聚。安森主動上前牽起他的手，溫柔地表示如果不果斷抽身，工作就永遠做不完，而和他一起用餐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安森溫柔地看着萊利亞，希望他今天能吃得開心。兩人落座後開始用餐，安森端起酒杯，主動打聽起萊利亞的草藥店，問是不是他獨自一人開起來的。萊利亞有些意外，但還是老實承認了。安森聽完，由衷地讚嘆他很了不起。萊利亞趕忙謙虛地解釋，說自己還有很多要學的，多虧了大家幫忙才能維持下去。安森卻看着他，感嘆他一個人付出了很多努力。面對安森目不轉睛的注視，萊利亞只覺得渾身不自在，甚至擔心自己會緊張到消化不良。安森接着透露，雖然草藥店剛開業不久，但在他的部下裡口碑非常好，看來他的努力沒有白費。萊利亞只能禮貌地向他道謝。安森輕輕放下酒杯，提起自己前陣子也去過店裡，覺得那裡的氛圍非常溫馨。安森笑着提起他在店裡看到了許多稀有草藥，甚至準確叫出了龍五花和月面草的名字。萊利亞聽完十分震驚，忍不住追問他是怎麼認出來的。安森神色溫柔地解釋，因為妻子以前經常跟他聊起這些。萊利亞沒想到安森竟然都記着，他試探着問安森，聽妻子嘮叨這些專業知識，會不會覺得無聊？安森卻看着他深情地回答，只要能看着妻子開心的陪在身邊，他就覺得很幸福了。聽到這番話，萊利亞瞬間紅了臉，慌亂地端起酒杯猛灌了一口。安森接着說道，妻子分享的那些草藥知識，甚至在戰場上幫了他大忙，比如在補給耗盡時，哪些植物能吃，哪些根莖能補充能量。萊利亞聽得有些尷尬，沒想到自己當年隨口嘮叨的細節，竟然被他記了這麼久。安森還津津樂道地提起某種樹皮味道不錯且很受歡迎，萊利亞也下意識地搭話附和，兩人這才反應過來，在高級餐廳聊樹皮有些不合時宜。這頓原本讓萊利亞無比抗拒的晚餐，氣氛卻意外的輕鬆融洽。看着眼前侃侃而談的安森，萊利亞心中五味雜陳。4年過去，兩人都改變了許多，曾經痛苦的回憶讓他選擇逃避，可如今坐在一起平靜的聊天，卻讓他忍不住去想，如果當年正常相遇，結局會不會不一樣？萊利亞從思緒中回過神來，安森注意到他的異樣，關切地問他是不是累了。萊利亞連忙否認，解釋自己只是有些走神。晚餐結束，萊利亞主動向安森道謝，表示今天過得很愉快。安森也表示自己很開心，接着試探着問他能不能再多留一會兒，說有東西想帶他去看。萊利亞看了看時間，發現時間還早。安森再次真誠地發出請求，並保證之後一定會送他回家。看着安森期盼的眼神，萊利亞最終還是心軟答應了。萊利亞披上飽滿的斗篷，跟着安森一路往上走，心裡正納悶他
要帶自己去哪？安森就在一扇門前停下了腳步。安森輕輕牽起萊利亞的手，推開門帶她走了進去，接着順手幫她戴好兜帽，輕聲提醒外面有些冷。迎面來的冷風吹起她的髮絲，抬頭望去是滿天璀璨的星空。萊利亞忍不住發出由衷的讚嘆。安森看着身邊的萊利亞，輕聲提示還有更美的景色在下面。萊利亞有些好奇地順着他的指引，趴在欄杆上朝下方望去，只見城堡下方是一片閃爍着微光的藍色花海，這夢幻的景象讓萊利亞興奮不已。安森看着他開心的笑容，眼神裡滿是溫柔。萊利亞感嘆駐守這裡的士兵真幸福，能每天守護着如此神奇的美景。看着他毫無防備的純真笑顏，安森一時間有些看呆了。安森笑着表示，部下們聽到誇獎一定會很高興。萊利亞則認真地回答自己是真心尊敬他們。看着身邊的安森，他不禁感嘆，能統領這支軍隊的他確實很了不起。察覺到夜風有些涼，安森體貼地提議先回去，並順勢牽起了萊利亞的手。這突然的舉動讓萊利亞下意識地縮了一下。安森見狀，連忙鬆手道歉。萊利亞紅着臉解釋，自己只是覺得雙手常年勞作有些粗糙，在安森面前展示會有些不好意思。安森聽後卻溫柔地拉起他的手，心疼地感嘆，他這些年獨自生活一定吃了不少苦。安森拿出一盒藥膏，萊利亞一眼認出那是自己多年前送給他的，沒想到他竟然一直留到現在。安森細心地幫他塗抹着手上的傷口，感受着他手心的溫度。萊利亞心中一陣酸楚，他意識到自己不能再沉溺於過去。萊利亞連忙收回手向他道謝，並以天色已晚為由提出告辭。安森雖然有些不捨，但還是體貼的沒有強留。萊利亞提起裙擺準備離開，並表示之後會把禮服送還。安森卻溫柔地告訴他，這是送給他的禮物，不用歸還。萊利亞沒有推辭，道謝後便轉身離去。萊利亞接着說道，以後不會再接受這樣的邀請，也不用安森特意送他。表達完謝意後，他便戴上兜帽獨自離開。他不想再給自己沉溺的機會，低着頭加快步伐徑直跑開。女僕吉塞拉見狀趕忙上前，安森吩咐他去準備馬車，安排護衛一路將萊利亞安全送回家。吉塞拉忍不住試探着詢問，問他是否真的不打算親自追上去。安森望着萊利亞離開的方向，其實心裡無比渴望追上去，將她緊緊擁入懷中。安森深知，如果強行挽留，只會把萊利亞推得更遠。他如今變得比以前更加警惕。這4年裡，他究竟經歷了什麼？光是想想就讓安森感到心痛。安森收回目光，決定回辦公室繼續工作，並讓艾略特把文件送過來。吉塞拉關切地詢問他今晚是否又要熬夜。安森無奈地承認，反正自己躺下也睡不着。吉塞拉行禮告退後，安森獨自站在空蕩蕩的走廊裡，腦海中全是萊利亞身穿藍色禮服的模樣。雖然她以前也很可愛，但如今的她更讓他無法釋懷。安森看着窗外的夜色，感嘆萊利亞如今變得美麗又優雅，尋找了4年的女孩終於重現，這讓他有些得意忘形，卻忽略了萊利亞眼中的抗拒與疏離。安森不禁回想起4年前的那個夜晚，萊利亞似乎也是這樣決絕地離開，那也是一個像今晚這樣月色明亮而又安靜的夜晚。時間回到了5年前，當時前線戰爭正處於白熱化階段，每天都有無數戰友在眼前犧牲，安森的身心也逐漸走向崩潰。疲憊不堪的安森回到府邸，萊利亞帶着女僕們出門迎接，欣喜地慶幸他能平安歸來。面對萊利亞滿臉的關切，安森只是冷淡地應了一聲，便徑直從他身邊走了過去。那時候，安森覺得自己滿身血腥，根本不配留在萊利亞身邊，於是他開始刻意疏遠她，甚至連這幾個月都不敢面對她。就在那段時期，前線戰況愈發慘烈，安森來到軍營的醫療帳篷，一名重傷瀕死的士兵用盡力氣將一朵野花遞到安森手中，請求安森幫他送給心愛的人。看着士兵帶着遺憾閉上雙眼，安森猛然醒悟過來，如果不在能見面的時候去見，或許就再也沒有機會了。正當安森沉浸在悲痛中時，艾略特神色慌張地跑了過來。艾略特帶來了一個噩耗，凱扎克公爵已經在2周前戰死。安森聽到這個消息瞬間愣住，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個像獅子一樣強悍的男人竟然就這樣犧牲了。如果凱扎克不在了，獨自留在後方的萊利亞該怎麼辦？安森心中焦急萬分，恨不得立刻趕回他身邊。然而還沒等他動身，營地裡突然警鐘大作，敵軍偏偏在此時發動了襲擊。面對突如其來的敵襲，安森立刻下令全軍迎擊。雖然他拼盡全力扭轉，佔據安全生還，但等他終於能抽身回去時，距離凱扎克戰死已經過去了1個月。那是一個死一般寂靜的夜晚。安森回到府邸，卻只看到萊利亞留下的信，信裡寫着他是為了安森才選擇離開，這讓安森根本無法接受。安森發了瘋一樣趕往萊利亞的家，可當他到達時，整座公爵府已經空無一人，甚至連房子都被掛牌出售。威斯塔利亞公爵家就這樣徹底消失了。當年萊利亞消失的無影無蹤，安森發了瘋一樣四處尋找。他深知如果自己不在身邊，就無法保護好萊利亞，可無論他怎麼尋找都毫無線索。直到後來安森才得知真相，原來萊利亞在府邸裡一直遭受虐待，他寄回來的信件全被僕人們偷偷扔掉，甚至在他最無助的時候，連一頓飽飯都吃不上。得知真相的安森憤怒至極，他無法想象萊利亞受了多少委屈，當即下令嚴懲了所有參與虐待以及冷眼旁觀的僕人，並將他們全部趕出府邸。看着空蕩蕩的房間，安森陷入了無盡的悔恨與自責。他痛恨自己為什麼沒有早點發現，才讓萊利亞獨自承受了這一切。安森至今都在為當年的愚蠢而後悔。他曾天真的
以為只要戰爭結束，自己能陪在萊利亞身邊，一切就會好起來。就這樣尋找了大約半年，他終於打聽到萊利亞在哈曼子爵府的消息。然而，當安森趕到子爵府時，卻被告知萊利亞已經不在這裡了。面對安森焦急的詢問，哈曼子爵態度堅決地予以拒絕，表示為了萊利亞好，絕不會透露他的下落。哈曼質問安森是否知道萊利亞剛來時身體有多虛弱，他無法把好友的女兒交給傷害他的人。隨後便對安森下了逐客令。面對哈曼的拒絕，安森雖然無奈，但也只能離開。既然無法從這裡得到線索，他決定靠自己的力量繼續尋找萊利亞。在漫長的4年時光裡，身邊的人都勸安森放棄，勸他重新娶妻，開始新生活。可安森從沒想過放棄，他堅信兩人總有一天會重逢。直到這個願望終於成真，他卻犯下了不可原諒的錯誤。哪怕知道自己這樣很自私，他也非萊利亞不可。只要能讓萊利亞回到身邊，他甘願付出任何代價。晚宴邀請的第二天，安森在書房翻閱着最新報告。最近頻繁發生連環綁架案，由於綁匪手段狡猾，目前仍無法鎖定藏身處。不過案發現場留下了魔法道具的痕跡，線索指向了一位名叫戈爾德的下級子爵。安森其實早就對這個人有所懷疑。魔法道具管制極嚴，對方不僅涉嫌非法交易，現在甚至還牽扯進了綁架案。安森決定順藤摸瓜，將這夥綁匪和子爵一網打盡。雖然昨天才剛見過面，安森看着手中的手帕，心中卻已經開始想念萊利亞，甚至想推掉工作去見他。這時艾略特推門進來遞交報告，提醒他今天必須處理完工作，絕對不能偷偷溜去找萊利亞。根據艾略特帶來的調查報告，之前伏擊他們敵確實是綁匪成員，對方似乎提前收到了風聲，企圖在他們掌握線索前殺人滅口。安森叮囑艾略特繼續保持警惕，隨後又問起了另一件事的進展。艾略特帶來的新消息印證了安森的猜測，萊利亞的住處附近最近頻繁出現可疑人員，他顯然已經成了綁匪的下一個目標。艾略特提醒安森必須盡快做決定，否則萊利亞隨時會有危險。安森雖然心急如焚，但他很清楚萊利亞現在對自己充滿戒備，如果直接去保護他，對方根本不會信任他，更不會跟他走。這時艾略特試探性地提出一個建議，不如順水推舟，用萊利亞當誘餌引出綁匪。這話一出，安森的眼神瞬間冷了下去，嚇得艾略特趕緊解釋，指出若不用點手段，根本沒辦法順利把他保護起來。艾略特提起萊利亞昨晚慌忙逃走的事，安森臉色一沉，立刻猜到是吉塞拉洩露了消息。艾略特見狀趕緊切回正題，補充誘餌計劃還能順藤摸瓜，一舉找到敵人的巢穴。安森毫不猶豫地拒絕了提案，認為這個計劃對萊利亞來說太危險。艾略特還想用追蹤道具和潛入保護來勸說，安森卻突然情緒失控，一把揪住艾略特的衣領，質問如果綁匪提前帶人逃跑該怎麼辦。面對安森的失態，艾略特提醒他，作為戰場上的惡魔，不該因為關心澤洛爾失去冷靜。艾略特用力拉開安森的手，提醒他不能因私廢公，更不能為了萊利亞一人犧牲其他市民。安森冷靜下來，鬆開了手，表示用萊利亞當誘餌只能是最後手段。安森決定先去說服萊利亞配合。看着一反常態猶豫不決的安森，艾略特心裡充滿了疑惑。他跟隨安森多年，從未見對方對哪個女人如此上心。艾略特忍不住開口打聽萊利亞的身份，見安森沉默不語，他又趕緊解釋自己只是好奇，甚至開玩笑問莉拉是不是他喜歡的類型。安森嘆了口氣，直接給出了一個驚人的答案。他坦言莉拉就是自己的妻子，自己當然不可能不管她。這回答讓艾略特瞬間愣在原地。艾略特好半天才反應過來，驚得直接叫出聲來，被安森出聲制止，才趕緊壓低聲音。他難以置信地向安森再次確認，莉拉居然就是凱扎克公爵的女兒萊利亞。得到安森肯定的答覆後，艾略特心裡感慨萬千。他一直陪在安森身邊，比誰都清楚安森這些年來為了尋找妻子承受了多少痛苦。沒想到兩人竟會在這種情況下重逢。安森的眼神變得無比堅定，表示好不容易才重新找到萊利亞，自己絕不會讓他再冒半點風險。接着安森開始部署下一步計劃，不管後續要不要用誘餌方案，都必須盡快主動出擊鏟除敵人。在此之前要加強對周邊的監控。同時安森特別吩咐艾略特必須立刻對已經成為目標地萊利亞採取最穩妥的保護措施。艾略特也當即乾脆的領命。安森現在最頭疼的，我是怎麼去說服萊利亞。他雖然迫切想要保護妻子，但也不想違背他的意願，只希望他能平平安安。另一邊，萊利亞正在森林裡採藥，眼看天色漸晚，他收拾好東西準備回去。這幾天他一直提心吊膽，擔心安森會再次找上門來。可自從上次一起吃過飯後，安森就再也沒有出現過，這讓他忍不住猜測對方是不是生氣了。萊利亞覺得這樣其實挺好，如果安森對自己失去興趣，兩人就此別過才是最好的結果。可不知為什麼，他的心裡卻莫名感到有些空落落的。就在他準備離開時，身後的草叢裡突然傳來一陣異響，驚得他立刻停下了腳步。萊利亞定睛一看，發現只是一隻跑過去的兔子，這才稍微鬆了口氣。但他隨即想起了羅南之前的警告，說最近這一帶綁架案頻發，讓他千萬要提高警惕。這讓萊利亞心中湧起一股強烈的不安。為了安全起見，萊利亞立刻加快腳步往回趕，想盡快離開這片是非之地。然而他並不知道，兩個黑衣人已經悄悄盯上了他，正躲在暗處伺機而動。萊利亞
在森林裡快步往回趕，心裡越想越後怕。要是自己真在這裡出事，恐怕根本沒人會發現。他決定以後出門必須留個字條。正想着，周圍的草叢裡突然傳來了奇怪的動靜。萊利亞警惕地停下腳步，試探性地朝四周詢問。周圍的異響卻越來越頻繁，他腦海中閃過羅南的警告，意識到自己可能遇上了綁匪。極度恐慌之下，他拔腿就跑。在森林裡拼命穿梭時，身後突然傳來急促的呼喊聲。騎馬一路狂奔趕來的安森正大聲呼喊着萊利亞的名字。安森急忙下馬衝到萊利亞面前，焦急地詢問他有沒有受傷。得知萊利亞平安無事，他懸着的心終於放了下來。安森解釋自己聽說他進了森林，卻遲遲沒有回去，因為擔心他的安危才一路趕來。說完便情不自禁地緊緊抱住萊利亞。萊利亞靠在安森懷裡，雖然為他的及時出現感到安心，但理智很快讓他清醒過來。他深知自己不能再繼續依賴安森，為了不讓自己越陷越深，萊利亞向安森道謝後，主動拉開距離退了出去。萊利亞心裡還在納悶，剛才那股惡寒是怎麼回事？眼看天色漸晚，安森主動提出送他回去，萊利亞點頭答應。這時安森的屬下騎馬趕到，確認安森平安無事後，鬆了口氣。安森察覺到附近有可疑的氣息，命令屬下仔細搜查周圍，自己則先送萊利亞回去。交代完任務後，還沒等萊利亞反應過來，安森突然一把將他抱起，放上馬背。萊利亞頓時有些慌亂，安森隨後上馬，將他圈在懷裡，提醒他不抓緊就會摔下去。萊利亞只能無奈地抓緊韁繩。伴隨着馬蹄聲，安森看着懷裡的萊利亞，眼神裡滿是溫柔。萊利亞有些不好意思地避開視線。安森詢問萊利亞為何獨自在森林裡，萊利亞解釋自己只是來採藥。安森聽後叮囑他以後進森林必須找人陪同，畢竟最近這一帶並不安全。萊利亞嘴上答應着，心裡卻盤算着下次只能麻煩羅南。安森敏銳地察覺到了他的心思，直接戳穿他是不是又在想那個男人。萊利亞有些尷尬地解釋自己並沒有其他可以求助的人，安森卻溫柔地表示他還有自己，隨時都可以來依賴他。萊利亞慌亂地想要拉開距離，可感受着安森可靠的懷抱，他的心跳卻止不住地加速，甚至貪戀起留在他身邊的安心感。靠在安森懷裡，萊利亞腦海中卻浮現出過去的痛苦回憶，他深知期待只會帶來失望。如果安森再次變得冷酷，自己絕對無法承受第二次打擊。馬兒停在萊利亞的住處前，萊利亞下馬向安森道謝告別，準備轉身回家。安森卻突然叫住了他，神色凝重地表示最近这一帶實在太不安全，放他一個人留在這裡讓他無法放心。為了確保萊利亞的安全，安森主動發出邀請，希望他今晚能跟自己回軍營暫住。面對安森去軍營的邀請，萊利亞直接開口拒絕，表示自己明早還要開店。安森神色凝重地提醒他，現在他已經成了綁匪的目標。萊利亞雖然明白其中的厲害，但態度依然十分堅決，直言危險的並不只有自己，如果按這個標準去軍營避難，那全村的女性都應該一起過去。安森情緒有些激動地指出，萊利亞才是最危險的那個人，他獨自住在村子邊緣的木屋裡，要是真的出了意外，根本不會有人及時發現。安森主動拉起萊利亞的手，坦言自己非常擔心她的安危。萊利亞雖然感激這份關心，但還是掙脫了他的手，表示自己不能接受特殊對待。他向安森道歉，並堅定地表示自己以後也會像從前一樣保護好自己。就在萊利亞準備轉身離開時，安森突然上前一步，一把將他拉回懷裡，緊緊抱住，承諾這次無論如何都會保護他，絕不讓他再次陷入危險。感受着安森溫暖的懷抱，萊利亞的內心開始動搖。他承認自己一個人留下來確實很害怕，但又擔心一旦產生依賴，自己會再次受到傷害。萊利亞最終還是推開了安森，再次拒絕了去軍營的邀請。安森默默退後一步，認真詢問他是否真的不需要幫助。萊利亞只能低頭向他道歉。見萊利亞的態度如此堅決，安森沒有再繼續勉強，轉身騎上馬飛奔離開。萊利亞獨自站在門前，看着安森逐漸遠去的背影，心中感到五味雜陳。萊利亞獨自回到空蕩蕩的屋裡，點燃壁爐後，看着跳躍的火光，他才意識到自己其實很寂寞，因為剛才和安森待在一起時，他根本沒有感覺到寒冷。萊利亞在準備熱水時責怪自己，明明以前一個人也能過得很好，為什麼現在突然變得這麼軟弱？其實他早就對安森的溫柔動了心，只是一直在自欺欺人。可現在一切都已經太遲了，安森肯定已經對他感到失望。萊利亞決定以後兩人各走各的路，就當什麼都沒有發生過。可眼淚還是不爭氣的掉了下來。萊利亞終於無法抑制內心的悲傷，蹲在地上放聲痛哭，承認自己其實非常孤單，並且無比思念着安森。哭累了的萊利亞靠在壁爐旁，不知不覺沉沉的睡了過去。就在這時，一個黑影突然悄悄闖入房間，迅速逼近毫無防備的萊利亞。對方用鏟子熄滅了壁爐的炭火，屋裡瞬間陷入了一片黑暗。昏睡中的萊利亞隱約聽到動靜，迷迷糊糊地睜開了眼睛。萊利亞猛地從椅子上站起身，警惕地望向四周黑暗的角落，大聲詢問是不是有人在屋裡。寂靜的房間裡只剩下他緊張的心跳聲。突然身後傳來一陣異動，萊利亞剛想轉過身查看，一個黑影就以極快的速度撲了上來，還沒等他發出呼救，嘴巴就被對方死死捂住。幾個蒙面人迅速合力將萊利亞制服，掙扎中萊利亞拼命伸手亂抓，一把將桌上的茶壺掃落到地上，伴隨着清脆的碎裂聲，茶壺在黑暗中摔得粉碎。萊利亞從昏迷中漸漸甦醒，伴隨着馬車的劇烈顛簸，他發現自己雙手被綁，嘴巴被封，正被關在行駛的馬車裡。
馬車停下後，綁匪將他抬下車，一路帶進陰暗的地下通道。萊利亞睜開眼觀察四周，發現這裡似乎是一處地牢，裡面關押的全部都是女性。意識到一旦被關進去，就再難逃脫，萊利亞開始拼命掙扎起來。萊利亞的激烈反抗激怒了綁匪，對方埋怨迷奧失效得太快，狠狠一巴掌甩在萊利亞臉上，警告他老實一點。綁匪表示，要不是上面交代過，要把他當做最頂級的貨品對待，絕不會對他這麼客氣。隨後，綁匪粗暴地將萊利亞推進牢房，透露之前村子周圍一直有軍隊駐紮，為了綁架他費了很大功夫。好在士兵突然全都撤走了，才讓他們撿便宜，順利得手。綁匪鎖上牢門，轉身離去。看着緊閉的鐵柵欄，萊利亞不知道自己被帶到了哪裡，更不知道該怎麼逃脫。聯想到綁匪提到的頂級貨品，他意識到自己可能會被當成奴隸賣掉。雖然帝國明令禁止奴隸制，但一些藩屬國的地下黑市依然猖獗。如果只是為了幹體力活，男人的性價比顯然更高。可這裡關押的卻全都是年輕女性。萊利亞突然有了一種不祥的預感。1年前，他路過酒館時，曾偶然聽到醉漢們提起過特殊奴隸，那些人會專門挑選漂亮的年輕女性。萊利亞回想起當時聽到的傳言，那些被賣掉的女性會被主人肆意玩弄，直到厭倦。強烈的恐懼讓他下定決心，無論如何都必須逃出去。他拼命掙扎，試圖解開手上的繩索，但繩子綁得太緊，根本無濟於事。如果有鋒利的東西就好了。可此時迷奧的後勁湧了上來，讓他感到一陣頭暈目眩。絕望中，萊利亞想起了安森的警告，如果獨自住在偏僻的地方遭遇不測，根本不會有人及時發現。他開始害怕自己真的會落得悲慘下場，被賣給貴族，遭受無盡的折磨。聯想到綁匪提到士兵撤走的事，萊利亞突然醒悟過來，原來安森一直派人在暗中保護他，可他不僅一無所知，還拒絕了對方。如今他可能再也見不到安森了。萊利亞趴在冰冷的地上，心裡默默想着，如果還能再見到安森，一定要向他道歉。這時牢門外傳來動靜，綁匪正向他們的頭領匯報，懷疑抓錯了人，因為目標原本應該是銀髮，而眼前的萊利亞卻長着一雙紫色的眼睛。頭領看着牢房裡的萊利亞，決定先讓人把她洗乾淨再確認。綁匪粗暴地開鎖，走進牢房，一把揪住萊利亞，警告他要是敢亂動，就少不了一頓毒打。頭領命令手下把萊利亞從頭到腳徹底洗乾淨。被蒙住雙眼的萊利亞根本不知道自己會被帶去哪裡。綁匪把萊利亞扛進房間，特意交代清洗的人，她的黑髮是染的，如果洗不掉，就用脫色劑強行褪色。隨後，萊利亞被粗暴地扔在地上。隨着房門被關上，屋裡暫時安靜了下來。還沒等萊利亞鬆口氣，門外突然傳來一陣高跟鞋的腳步聲，並且正一步步向他逼近。極度恐懼的萊利亞只能拼命往後縮，在心中祈求對方不要靠近。